提前回去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要是不过来，都不知道你走了。海童轻嗔着他。杜雨萌笑笑，是我不对，我想着你也很忙。今天你们管城的气温也降了不少，还下点雨，我不想你跑来跑去。他看向海童的肚子，海童穿着厚外套，又看不出他的小腹微微隆起了。你还怀着小战少呢，等我生完宝宝后去海市找你玩。好呀，到时候我请你吃遍海市所有的特产，不比你们管城的特产差。海童笑道，我记着先。你赶时间吗？我给你送了点东西过来，严格来说不是我送的，是我们家老四拜托我送过来的。他给你备了很多管城的物产，说是向你赔礼道歉的。杜雨萌默了默后说道，东西多吗？挺多的，你一个人带着可能都带不动。你要是愿意收下他的歉意，我帮你托运过去，你给我一个地址就行了。杜雨萌抿着嘴想了半晌，说道，我要是不收下他的歉意，他会觉得我一直怨他，反遭他惦记了。行吧，你给我托运过去，我收下他的歉意，让他心安理得的去追求他喜欢的姑娘。我给你的名片上有地址的，你按那个地址寄过去就行。行，那我等会儿就帮你寄过去。海童又拉着杜雨萌的手，雨萌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跟你合拍的很。云初说他回来了，我还想带你过去吃饭呢，结果你提前要走。哎，是战一阳没有福气啊。杜雨萌笑道，童姐别这样说，战一阳喜欢别人也是有福气的，我觉得他喜欢的姑娘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一次过来我也不算无所获，至少我结识了童姐和君姐，以后有空了我再过来。你们俩可得再请我吃火锅，还有你们的宝宝出生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好给宝宝们准备金锁。海童说道，会的，咱们常来往，你有空就过来玩。好。这一次来管城，杜雨萌是带着点点伤离开的，他是真的想和战一阳发展成为一对恋人，最后成为夫妻，白头到老的。奈何造化弄人，他是战奶奶选中的人，但战一阳就是不喜欢他。有什么办法啊？回去养养伤，重新投入工作中，还是赚钱更值得。男人呀，与此同时的 X 省的 A 市，欧阳婷敲开姐姐办公室的门，走进去。姐，快下班了。欧阳雅头都不抬，应着妹妹，这2天你倒是准时敲门进来。我饿吗？欧阳雅好笑的道，你办公室里各种零食还少吗？还能饿着你？多锻炼，小心长胖了。欧阳婷捏了捏自己的脸，笑道，没那么快胖起来的，实在是那个战远还真有2把刷子呀，每天做的菜都不一样，偏又特别好吃。战远做的菜式他们不是没有吃过，但是战远做的菜就是比别人做的要好吃一点。欧阳婷说那是战远牌的菜，与众不同，没有10几20年的功底都做不出来。战远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菜，他也特别喜欢做菜。果然呀，天分和爱好很重要。战远进军餐饮业，生意肯定很好，得亏他的生意远在千里之外的管城，离他们这里好远好远，影响不到他们欧阳家的生意。否则有战远这么一位厉害的竞争对手，欧阳家涉及到的餐饮业肯定会一败涂地的。你想减肥就挺难的，胖起来容易得很。欧阳雅看看时间，是到下班时间了，便关掉了电脑，说，妹妹，你越来越像个吃货了，能天天吃到天底下最好吃的饭菜。吃货就吃货吧，是人都要吃的，哪一个不是吃货吗？不吃不喝的才不是吃货。欧阳婷说着也看了看时间，江叔和战远快到了吧。欧阳雅中午是不回去吃饭的，时间太赶，偶尔会去自家酒店解决午餐。有欧阳雅这种精吃的大小姐，欧阳家旗下的酒店在做菜这方面就特别的严格。就是这样，欧阳雅也不是天天能吃得下去的。5星级酒店的厨师做的饭菜，
欧阳大小姐也就是勉强可以将就吧，还因为那些厨师是曾经在欧阳家当过私厨的，知道欧阳大小姐挑剔。每当欧阳雅要去酒店吃饭，她的秘书都会提前3个小时通知酒店那边准备好，不需要做一桌子的山珍海味，有2、3道菜能让大小姐吃得下的就行了。酒店接到通知时，就会让那位在欧阳家当过私厨的大厨只为欧阳雅做菜。大厨私底下说的，每次接到这样的通知，他头皮都会紧绷，直到欧阳雅吃过饭离开酒店，大厨紧绷的神经才能放松。不仅是他，连酒店的管理层也是一样。当欧阳家的大厨换了新人后，很多时候江叔会送饭过来给欧阳雅吃，就省了他去酒店的时间，也能减轻酒店上下的压力。时间还要拿捏得刚刚好，来早了，欧阳雅还没有下班；来晚了，饭菜味道肯定不如新鲜出炉的好吃。战远说，就算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，对于精吃的人来说，都会觉得有不同的。他为了让欧阳雅吃得新鲜，他准备好食材后，然后带着备好的食材跑到公司的食堂里，借用食堂的厨具给欧阳雅做菜。欧阳雅是挑嘴，对菜的数量倒是没有要求，每餐有一道菜能让他吃下去的，他都能吃饱的了。战远也不给他多做，每餐就做3菜1汤，量是刚够2个人的。他知道欧阳二小姐会蹭饭吃，未来的小姨子也得讨好。欧阳婷的话音刚落，欧阳雅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。他按了免提，大小姐，我和战远送饭来了。江叔已经带着战远进了办公大厦，借着前台的内线电话打给欧阳雅的。上来吧，二小姐等着了。欧阳雅温和地道。她起身进了洗手间，洗了洗手，边从里面出来边说，妹妹，阿婷，你不洗手？我早就洗了手，就等着吃了。不知道战远今天做的是什么菜，他做的家常菜是真的好吃。不知道他今天带了点心来没有？每天下午的下午茶吃不到他做的点心，我都会惦记一天。欧阳雅笑笑不说话，看到姐姐这样笑着，欧阳婷就知道姐姐又误会她了。她都懒得再解释，说了她对战远纯粹就是欣赏，也是战远做的饭菜点心都很合她的胃口。不仅她吃得香，姐姐也没有说过什么。反正从战远走马上任2天以来，姐姐还没有对她做的菜挑出毛病来。这个战远做的菜是不变，但是他做出来的味道就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来。跟我是同龄人，在厨艺上就有这样的造诣，不得不承认他是有天赋的，而且他也很用心的钻研菜谱。欧阳雅难得的夸了战远几句，肯定了战远的厨艺。江叔说他带来的行李，除了几套换洗的衣服，都是各大菜系的菜谱。一样的菜谱，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却无法一样。有些人做的色香味俱全，有些人做的很好看，但是味道火候就是差那么点儿。他说了，他打小就喜欢做菜，这是一个人的爱好，能将爱好变成事业，发扬光大更好。欧阳婷对战远的印象一向很好，阿俊平时叫起床都叫不起来，这2天都早早就自己爬起来了。他说要吃过战远做的早餐再去上学。欧阳雅颇为欣慰，父亲和几位叔叔拼了几10年，也只拼出2位男丁。他的亲弟弟欧阳俊是他们这一代第1个男丁，那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呀。不管是父母还是叔婶们，都对弟弟宠得不得了，就连同族的人都一样。孩子一宠就容易任性，难管教。为了不让唯一的亲弟弟被长辈养废，欧阳雅对弟弟管得特别严。欧阳俊最怕的也是他这个长姐，有他管着，欧阳俊虽说偶尔会任性一下，倒是没有成为熊孩子。就是小孩子嘛，早上都不想起床的，特别是冬天，屋里暖和得很，小家伙就不想去上学，很难把他从床上挖起来。战远正式上班也就2、3天，他的美食诱惑那么大，
能让欧阳俊自己早早就爬起来了。哈，欧阳婷哈哈的笑，阿俊是个地道的吃货，以后会成为战远的迷弟的。战远长得好看，也很有教养，举手投足间似有一股贵气，又是个耐心很好的人，欧阳俊会成为战远的迷弟。欧阳婷一点都不意外，她都是战远的迷妹呢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姐，我去开门。猜到是午餐来了，欧阳婷便去开门。其实姐姐可以去食堂用餐，因为战远是借用了公司的食堂做菜，食材则是从家里带过来的。战远则是坚持要送到他的办公室里来，让他吃完了就可以在办公室里休息，能帮他省出一点时间来。战远说他自己有事业，也当着老板，知道大公司的当家人压力很大，时间很紧张，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靠挤的，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才能闲上2分钟吧。有时候吃饭都在和客户谈生意。欧阳雅午休的时间不长，只有半个小时。若是吃饭的时间能缩短，那么他午休的时间就能增加10几20分钟。自己的老婆虽说还没有娶回家，也要自己疼着。战远还没有爱上欧阳雅，甚至都还没有展开追求行动呢，就先将战家男人宠妻的本性发挥出来。二小姐，战远和江叔站在办公室门口，门一打开，两个人便恭恭敬敬地向欧阳婷问好。此时刚到下班时间，秘书也准备下楼用餐了。战远借用公司食堂的厨房给欧阳雅准备午餐，时间也是拿捏得准的，在下班的前几分钟，将刚做好的饭菜送上楼来，这样就能完美的和公司职员们错开，也不会占用到欧阳雅的工作时间。他和江叔从食堂到办公大厦，再到坐电梯上到顶楼，是需要好几分钟的。江叔、战远，你们来了。欧阳婷错开身子，让两个人进来。我们刚好下班。江叔和战远一前一后走进了办公室。大小姐，两个人先是恭敬地叫了欧阳雅一声，然后才走到沙发前，放下了保温饭盒，再打开饭盒，把还热气腾腾的饭菜一一端出来，摆放在茶几上。欧阳雅走过来，大小姐、二小姐，请用餐，没什么事。我和江叔先出去，两位小姐用完餐了，叫一声，我们进来收拾餐具。战远已经给姐妹俩各盛了一碗汤，除了日常的3菜1汤，还有2盒点心，一盒是给欧阳雅的，一盒就是给蹭饭吃的欧阳婷的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大小姐，我们就在办公室外面等着。江叔恭敬地道。欧阳雅点点头。江叔和战远默默地退出了办公室。姐妹俩吃饭的时候不说话，这样吃饭的速度能快一点。很快，战远送上来的饭菜，姐妹俩都解决了。战远不仅做菜好吃，眼力也厉害，给我们俩准备的饭菜不多不少，刚够咱们俩吃。他才来上班2、3天，就摸准了姐妹俩的饭量，是个观察力很强的人。欧阳雅抽了餐巾纸擦拭了嘴巴，放下了餐巾纸后，她对妹妹说道：“2盒点心，你拿1盒回你的办公室去，下午饿了可以吃点心垫垫肚子。”欧阳婷不客气的道：“那我就拿1盒。”战远送了2盒过来，就是有1盒给你的。欧阳雅打开了1盒点心，发现都是自己平时会吃的那几款，便重新合上，这1盒留给自己，另1盒点心让妹妹带走。你出去的时候让江叔进来收拾一下。欧阳婷不着急走，她看着姐姐，忽然小声问着：“姐，你有没有觉得战远对你真的很体贴？”欧阳雅没好气地轻点一下她的额头，没觉得他体贴在哪里。平时姐不去酒店吃饭，也会让江叔送饭过来。姐都说在路上耽搁了10几20分钟后，饭菜的味道就打了折扣，保温饭盒再保温，耽搁了那么长时间，肯定不如新鲜出锅的好。姐姐往往吃不香，吃不饱，又没有能让姐姐吃下去的点心，
工作日里姐就很少能吃得舒心的，不是吗？姐都不用去锻炼，你的身材总是标准的模特身材，就是因为吃得不香。这个姐姐呀，吃不香，宁愿饿着肚子。老是吃得不香，工作压力又大，能胖才怪呢。站远就让姐吃得舒心，难道不是体贴？他给姐准备的点心不能说是姐爱吃的，那是因为姐就没有特别喜欢吃的点心，但他准备的却是姐能吃下去的。我对比过的，我这一盒就很随意，当然了，他做的点心都精致，味道很好，但是用心准备的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这2天咱们俩的午休时间都多了点，姐姐下午都不用喝那么多咖啡了。欧阳雅、欧阳婷，我严重怀疑你被站远收买了。他让你在我面前说他的好话，居心何在？怎么可能？他才来上班2、3天，能收买我？我就是自己感觉到的。欧阳雅颇是无奈地提醒着妹妹，你怕是忘了吧？站远是我请回来的私厨，只为我和我的家人服务的，主要还是服务于我，他不照顾我的胃口，照顾谁的去？我大费周章请回来的私厨，要是不服务于我，我还要他做什么？让他回去当他的老板？还有，他还在试用期呢，1个月能不能干满还是个未知数。他也说了，他过来给我当私厨，是因为带有挑战性。若是试用期都没有满就被炒鱿鱼，他千里迢迢跑过来，岂不是白跑了？而我也需要重新再请私厨，都没有好处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心里门清得很。欧阳雅说完后，一把揽过妹妹，严刑逼供地道：“婷婷，你说，是谁让你老在我面前夸赞站远的？是我妈还是我爸？还是大家的意思？”她底下弟妹一堆，她是和欧阳婷感情最好，姐妹俩年岁相近吗？别看欧阳婷一副吃货的样子，能力很强的，是她的左膀右臂，有这个妹妹帮着管理家族公司，她轻松很多。只有欧阳婷和她的亲弟弟欧阳俊敢在她面前说话肆无忌惮的，连她的父母在她面前都会小心翼翼，生怕说的话惹她不开心。今年26岁，过了年就27岁的她，没有男友，别人的追求，她也无动于衷。虽说公司需要她撑着，家里也靠着她，但父母还是和别人一样，眼见她的年纪一点点的往上涨，开始着急她的人生大事。是的，上流社会有多少青年才俊，父母是清楚的，不明着撮合过她和那些青年才俊，都没有成功。她对那些青年才俊没有感觉，要么年纪比她大上好几岁，甚至10几岁，要么就是比她小的。她不喜欢姐弟恋，但也不想嫁个大叔。父母心里着急她的人生大事，但不敢流露出来。站远的出现会不会让父母想多了？这个真不好说。主要是站远说了，他自己创业有几家公司，他的气质，他的颜值，他的谈吐举止都让人知道他不俗，父母会想多也是有的。父母舍不得他远嫁，他也不会远嫁。可是急起来的时候，父母可能会想着让站远上门都不一定呢。没有大伯和伯娘，怎么可能会让我来说这些话？站远才上班几天呀，大家对他都还不了解，不熟悉呢。欧阳婷笑道：“是我晚上失眠时会看看，敏感了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往的剧情里面带进去。”欧阳雅，你还会失眠，说明你不够忙。与万盛的那个项目就交给你跟进了。欧阳婷姐，我不想跟万盛的那个项目，他们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吴猛，那小子从小就跟我不对付的。吴猛怎么进了万盛？哦，是了，万盛的老总是他舅舅，他在吴氏不服他哥管教，自己跑了，现在进了万盛呀。欧阳婷说道：“可不是，那小子痞痞的，都不像个正经人，看到他我都想跟他打架。让我跟进这个项目，我怕他会故意刁难我，找我麻烦。不过他在大姐面前不敢放肆，正儿八经的很。我就没有见过他在谁面前正儿八经的，就是姐姐能镇得住他，连他哥都管不了他呢。”
欧阳婷觉得自家大姐威严得很，俏脸一板，不怒而威，那眼神总像一把剑，利得很，刺得人心里发慌，就不敢在大姐面前放肆了。大姐，我保证以后不在你面前夸战远了，不胡思乱想、乱编乱造了，行不？我其实也很忙，我有多忙，姐是知道的。万盛的项目千万别交给我，我不想和吴猛打交道。欧阳雅似笑非笑的，我都不知道吴猛接管了那个项目，你却知道了，说明你们俩相互关注着对方。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，容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长这么大就跟他不对付，自是要多关注几分的，免得我哪天不小心撞在他手里，或者他撞在我手里，那可没有好果子吃。欧阳婷要是对上吴猛，也是很猛的，不会手下留情。干架时，他拳脚功夫不如吴猛，他就像个疯子似的，用尽一切办法，也要把吴猛打到认输为止。他知道干架不赢，以后他会被吴猛欺负得死死的。那个痞少坏得很。明天姐要出差一趟万盛的那个项目，你不跟进都不行了，姐没空。吴猛不是 A 市人，不过他母亲是土生土长的 A 市人，亲舅舅又是万盛的老总，他打小就喜欢住在舅家，也是在 A 市这边求学的，就跟欧阳家的千金们认识。他比欧阳婷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，大人说这是有缘。欧阳婷觉得是倒霉，从认识吴猛开始，两个人就不对付。欧阳家阴盛阳衰，这一辈最大的男丁欧阳俊才6岁呢，跟欧阳婷差了18、19岁，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欧阳家的千金小姐在外面行走，都容易被欺负，欺负他们没有兄弟。还是大姐强势接班，稳住欧阳家的生意，让欧阳家在 A 市的地位无法被撼动了。其他几位小姐在外面行走，才不再受欺负。吴猛以前也没少欺负欧阳婷，所以欧阳婷经常跟他干架。长大后虽说没有再动手，提到吴猛，欧阳婷都是能避开就避开的。实在是讨厌吴猛那双带笑的桃花眼，总是笑眯眯的看他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喜欢他呢。好吧，欧阳婷不情不愿的应着，回你办公室休息休息，下午要开会。欧阳雅拿起了一盒点心，塞到妹妹手里，温声说道：吴猛敢欺负你，等姐回来，姐帮你出气。现在的他不会跟我动手了，就算动手也不怕他，我跟他打架就没有输过。想到欧阳婷以前那发疯的劲儿，欧阳雅故意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你那彪悍样怎么嫁不出去？愁死人了。欧阳婷黑着脸，我就是在吴猛面前才会彪悍，在其他人面前，我是个大方得体的欧阳二小姐。姐，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休息，我回去睡会儿。去吧。欧阳婷拿着一盒点心出去，看到战远和江叔在外面等着，他对两人说道：江叔、战远，你们进去收拾吧，我姐马上要午休了。好。两个人恭敬地应着。欧阳婷又多看了战远2眼才走的。战远自己就是当老板的，年纪又轻，就算不张狂也很难适应从老板到私厨的身份转变的。但战远适应得很快，他对他们都是恭恭敬敬的，就跟江叔一样，没有一点张狂，也不觉得他一个当老板的给大姐当厨师丢脸。这份修养就让欧阳婷觉得他不简单，怀疑大姐调查他没有调查清楚，他有空了悄咪咪的去查查看。欧阳雅都只能查到战远的基本资料，他是管城战家6少爷的身份，欧阳雅都没有查到，那是战印帮弟弟遮掩了。战印不想让欧阳雅知道的，欧阳雅就查不到。在管城查战少的亲弟弟，岂是那么容易的？欧阳婷就算真去重新调查战远，也会是一个结果的。欧阳婷走了，江叔和战远便进了总裁办公室。欧阳雅还坐在沙发上。大小姐。两人见到欧阳雅，又恭敬地叫了一声。
欧阳雅嗯了一声。战远上前去收拾餐具。战远，欧阳雅忽然开口。战远暂停手上的动作，看向欧阳雅，眼神温和，俊脸上挂着恭敬。大小姐，请吩咐。大小姐对今天的饭菜有点评吗？他又补上了一句，正式上班了，连同早餐。他已经给欧阳雅做了好几餐，欧阳雅都没有点评。欧阳雅说道，目前我对你做的饭菜很满意，还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明天你和江叔不用过来了。战远挑眉，他说没有他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怎么又叫他不用过来了？他不着急追问，等着欧阳雅说下去。我要出差几天，下周2之前都不需要给我送饭，跟你说一声，免得你和江叔白跑一趟。原来他要出差。战远又是恭敬地应着，大小姐，我知道了。江叔这时候说话，大小姐要出差，不带着战远吗？大小姐这么挑的嘴，出差在外，怕是很难找得到她吃得进去的饭菜，最好还是带着私厨出差。以往大小姐是很少出差的。欧阳雅沉默，战远则是默默地收拾，心里嘀咕着，她这么挑，出趟远门怕是都得饿着肚子。思考了几分钟，还是为了自己的五脏庙考虑。欧阳雅轻声说道，那战远回去后就收拾一下，傍晚5点过来，跟着我一起出差。江叔，战远跟着我出差的事，除了家里人都不要说。欧阳雅怕别人知道他出个差还带着年轻的私厨，会说3道4，各种造谣编排，哪怕整个 A 市的人都知道欧阳大小姐嘴巴挑。欧阳家大房请个厨师都能搞得像厨神大赛似的，还是会有很多小人喜欢在背后说3道4的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江叔保证地道，大小姐吩咐的事他都会办得妥妥当当的。战远跟着我出差的这几天里，让其他人顶上他的工作，不会只有1位厨师的。家里人也就欧阳雅才那么挑。欧阳雅不在家，其他大厨做的饭菜，欧阳家的人也能吃下去。毕竟能进欧阳家当厨师的人，都曾在5星级酒店当过大厨的，厨艺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可能就是俊少会不高兴一下，跟俊少说清楚，他会理解的。欧阳俊虽被家里人宠着，只要提及长姐，他就不敢胡来，不想理解也得理解。提及幼弟，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，下周他放寒假在家里，天天可以吃。战远，你也别都顺着阿俊，免得一个寒假结束，他就圆滚滚的了。战远脑海里掠过小舅子那张小脸，说道，我会严格按照大小姐的用餐时间准备每天3餐的，不会让俊少爷过于放纵。末了，他补充一句，小朋友带点婴儿肥其实很可爱，只要不是特别胖都没事。他可以给未来的小舅子做些小吃食，好吃但不会容易长胖。我不在家里，他会肆无忌惮的。阿俊就是个吃货，俊少懂得享受美食。战远觉得吃货才是他们这种当厨的知音。欧阳俊是个懂得享受美食的人。大小姐不在家，我也跟着大小姐出差。俊少就是想放肆也不行。欧阳雅不说话了。战远收拾好了餐具，江叔连忙把茶几擦拭了2遍，确定擦拭得很干净了。2个人恭敬地退出了总裁办公室，不打扰欧阳雅午休。在2个人出去后，欧阳雅坐了2分钟，便起身往休息室走去。坐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，中午能休息上20-30分钟就很好了。因为战远跑到公司的食堂炒菜，他不担心别人偷师。以往那些厨师不是没想过这样做，但他们怕食堂里的厨师偷师，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战远这样做，不仅让他吃得舒服，也让他多了一点时间午休，多睡上10几20分钟。他下午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。
战远这个厨师请得不错。战远和江叔是坐着同一辆车过来的。回去的路上，战远问江叔：“大小姐出差，一般是住在酒店，还是自己买有房子可以自住？”大小姐这次出差没有说去哪里，若是有分公司的地方，一般都会有自己的房子。大小姐过去就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房子或许不大，不过会有工人，其他生活用品都不会缺。若是单纯过去与人谈合作，大小姐就是住在酒店里，也是住的总统套房，可以自己做饭。你跟着大小姐出差，只管带齐你需要带的东西就行。若是不能做饭，大小姐是不会带着你去的。战远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也是，那我回去就先收拾收拾，也不用带多少东西，就是带些调味料可以了，食材去到那边再买吧。出差带着食材的确不方便。”江叔只是提醒战远，买菜一定要买新鲜的，或者你列出需要买的食材，我安排人送过去。战远想说那样花费的财力就太大了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欧阳家的家底不薄，跟战家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。欧阳雅又是当家人，她出差一趟，收获回来的利益是无法计算的。家里为她花点钱算什么？只要不饿着她就好。也行，这样更能保证食材的安全性。跟大小姐出差，我自己买菜的话，因为不是常住，就是几天的时间，我估计就是在菜市场挑选。自家大嫂是开的蔬菜公司，哪怕大嫂的菜场用的药量相对较少，但还是需要打药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菜市场的菜就是大部分都从大菜场进货，菜场的菜跟自己种的菜是有差别的，自己种的菜才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。欧阳雅嘴巴挑，就是一道青菜她都要求很高的。对于精吃的人来说，就是调味料换了一种，或者少放了一样，她都能品尝出来。所以给欧阳雅做菜，那道青菜绝对要绿色无公害的。欧阳家庄园里有专门负责采购的人，他们买回来的食材没有出过问题，那就交给他们去准备吧。战远就像往常一样，只需要列出所需要的食材清单，交给江叔便可。江叔自会安排人去采购，然后送过去给他。想来欧阳家是有私人飞机的吧？貌似欧阳雅跟他说要一起去机场，难道没有私人飞机？战远不去猜测这些，也不用他去操心，他只要收拾好东西，跟着欧阳雅出门便可。战远大小姐以往出差也就是1-2天的事，故而没有带过厨师一起出差的。这一次带着你出门，想来出差的时间较长，至少在3天以上在外面。我们没有跟着大小姐，就靠你照顾了。生活自理方面，大小姐还是可以的，她只是太忙了，很多事情就没有亲自动手。战远说道：“江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小姐的。那可是奶奶给她安排的老婆人选，爱没爱上还另说，她的女人她自然得照顾好，不能丢了战家男人疼老婆的优良传统。”江叔嗯了一声：“你做的饭菜，大小姐很满意，你跟着大小姐出差，至少大小姐的每天3餐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大小姐身边有2名女保镖，生活上的事大小姐应该是交给女保镖，你还是负责大小姐的每天3餐即可。”战远神色不变，他温声说道：“江叔，我知道的。”感觉江叔这个庄园总管真是为欧阳雅操碎了心呀。欧阳雅要出一次差，江叔就反反复复叮嘱着战远，一件事重复来重复去，生怕战远记不住。本来是让战远照顾好欧阳雅，大概是考虑到战远年轻未婚，欧阳雅也是吧，江叔又改变了主意。孤男寡女的容易出事，可不能让战远有歪心思呀，还是让战远只负责做饭吧。照顾欧阳雅有女保镖，战远压根儿没有歪心思，毕竟才来到欧阳雅身边，哪怕早就知道欧阳雅是奶奶给他选的妻子，
刚认识能有什么感情？没有感情，他什么都不想，只想着好好做菜，让欧阳雅挑挑刺，他可以改正缺点，让自己的厨艺更上一层楼。他做的每一道菜，从第一次开始做，到现在能让欧阳雅都无可挑剔。每一次用的食材数量，每一次的火候以及成果如何，他都有记载的。等他年纪大点了，就回头整理整理，整理成几本菜谱，当成战家第6房的传家之宝，交给他的子孙后代，或者他的接班人，将他毕生所学发扬光大。江疏想着战远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很好，大小姐又是个精明人，没那么容易被异性拿捏。战远又是个一心扎在做菜上的人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歪心思，也就略略地放下心来。回到了欧阳家的庄园，江疏就让战远回宿舍收拾东西，等着跟大小姐出差。他则重新人事安排，从大厨房那里调了一位厨师，去大房那边临时上几天班，给几房人当私厨，薪水待遇都不一样。哪怕只是临时顶几天班，被调动的那位厨师也美滋滋的。主人家也就是大小姐挑剔，大小姐不在家，他们任何一位厨师都可以胜任。欧阳太太刚用完餐，她昨晚打牌打到凌晨2点多才回来，便睡到了现在。牌友又来电约她过去打牌了，牌瘾有点大的她自是没有拒绝。反正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什么事都不用管，多亏生了个能干的女儿，一个女儿顶3个儿子用了。儿子也有了，欧阳太太如今的日子过得那叫做一个潇洒清闲。她自己也有点私产业，偶尔看看账就行，每个月的收入很不错。闲来无事便打牌了，主要是她打牌经常赢，鲜少会输的。她的妯娌都不想和她打牌，个个都说跟大嫂打牌，他们1个月的零花钱1天就输光光了。自家妯娌不陪着，欧阳太太只能出去赢别人的钱。太太，江疏刚好进来，太太要出去。欧阳太太嗯了一声，看到江疏带着个人，她随口问了句，招了新人。战远不干了，